大家好，这里是护心木 TV， 我是小星。周蓉是一位深深喜欢台湾生活的陆配，嫁到台湾后，台湾的慢节奏与温馨氛围让她倍感幸福。然而，为了追逐利益，她违心地发表了许多贬低台湾的言论，最终让自己失去了一切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走进陆配周蓉被驱逐出台湾的故事。周蓉是一个从中国大陆嫁到台湾的普通女孩。她初到台湾时，觉得这里的生活节奏慢得让人舒服。相比于大陆的喧嚣与快节奏，台湾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惬意。街头巷尾的人们脸上总是挂着和善的笑容，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轻松的氛围。她的丈夫正是一家企业的工程师，收入稳定，性格温和，对她更是疼爱有加。两人住在台北一栋带小院子的房子里，虽不豪华，却温馨的让人满足。在台湾这个贫富差距不算太大的地方，他们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压力。每个周末，阿正都会带她去夜市逛逛，吃一碗蚵仔煎，或者买些小份的盐酥鸡。两个人坐在路边的小摊前，笑着聊些琐碎的小事。周蓉的公婆也很体贴，知道她初来乍到可能会想念故乡，隔三差五就来小两口的家，带着自己做的凤梨酥等台湾特色美食。他们一边忙着照顾小两口的生活，一边笑眯眯地问她：“蓉蓉，台湾的味道还习惯吗？”有一次，婆婆还特意学了一道大陆的红烧肉，味道虽不完全正宗，却让周蓉感动得眼眶发热。邻居阿婆是个慈祥的老太太，特别喜欢这个大陆来的女孩。阿婆家有个小果园，种了些芒果、芭乐，摘下来总不忘给周蓉送一些。她一边剥着水果，一边拉着周蓉聊天：“大陆那边是不是很热呢？你给我们讲讲吗？”周蓉就笑着讲起自己小时候在老家的小故事，比如捉泥鳅、偷邻居家的李子吃。阿婆总是听得津津有味，偶尔还插一句：“你们大陆的孩子真会玩。”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平淡却幸福。然而时间久了，周蓉开始觉得天天待在家里有些无聊。她嫁到台湾后就没工作过，整天围着家务和电视打转，渐渐觉得自己被养懒了。她试着学过几次台湾话，想融入当地，可总是记不住那些软绵绵的发音，学着学着就放弃了。阿正看她闷闷不乐，就建议她出去找份工作打发时间。可周蓉学历不高，也没什么特别的技能，在大陆时也就是做过文员之类的工作。她试着找了几份工作，却大多是服务员或店员一类的活儿，比如在便利店站柜台，或者去咖啡店端盘子。她嫌累又没面子，不想干。阿正见她不愿意，也没勉强，温柔地说：“不想做就不做吧，我的工资养咱们俩足够了，别给自己压力。”周蓉听了这话，心里暖暖的，却也更觉得自己像个废人。就在这时，周蓉偶然刷到抖音上一些和她一样嫁到台湾的大陆媳妇陆配的视频。这些人拍些台湾的日常，发上网后竟积累了不少粉丝，有的还开了直播带货，赚得盆满钵满。他看到一个陆配在视频里展示台湾的夜市，配文“台湾生活真惬意”，结果下面评论全是羡慕，想去台湾看看。还有人直接在直播间卖台湾特产，像凤梨酥、牛轧糖，一个月赚了好几万。周蓉看得心动，这活儿不累又能赚钱，自己何不试试？她觉得自己有天然优势，随手就能拍台湾的街景、美食、生活点滴。于是她兴冲冲地注册了账号，拍了几条视频发了上去，有她和阿正周末去夜市吃小吃的画面，有阿婆送水果的温馨瞬间，还有自家小院的花草。她甚至还特意录了一段自己学做珍珠奶茶的视频。虽然珍珠煮的有点硬，但她觉得挺有趣。可几天过去，视频播放量少得可怜，最多不过2位数，点赞也只有1、2个。她顿时泄了气，觉得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干这个。灰心之余，周蓉开始研究那些流量高的同行。她发现那些点阅率高的账号大多有个套路，内容往往是吐槽台湾的不好，比如台湾很穷，房子破旧，生活苦，哈哈。还有的直接 cue 台湾是中国的，以此吸引大陆观众的眼球。
他翻看了几个热门视频的评论区，果然全是大陆网友的点赞和附和。台湾果然不行，还是我们大陆强。这种地方有什么好待的？有个账号甚至拍了一段台湾乡下的老房子，配上夸张的旁白，这就是台湾的真实生活，穷得连门都修不起。周荣心里清楚，这些内容大多是夸张甚至捏造的。真实的台湾生活并不像视频里说的那么不堪，那些路配不过是抓住了大陆观众的心理，为了流量和钱不惜编故事。他起初很反感，觉得这是在骗人，把观众当傻子。可当他看到这些账号动辄几十万粉丝，直播带货月入几万的收益时，心动了。挣扎了几天，周荣终于说服自己试一试。他拍了第一条揭露台湾真相的视频，标题是“台湾人很穷，一个月只买1-2次肉”。视频里，他故意挑了台北老城区一条破旧的小巷子，语气夸张地说：“你们看，这就是台湾的真实生活，穷得不行。”其实那条巷子只是个老旧社区，旁边就是繁华的商圈，可他故意只拍了破的一面。这条视频发出去没多久，播放量蹭蹭上涨，很快就上了热搜，还给他涨了几千个粉丝。他尝到了甜头，劲头更足了。从那天起，他每天都上传1-2条类似的视频，什么台湾房子又小又破，台湾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台湾物价贵得离谱，全是负面内容。他甚至还编了个故事，说自己去超市买菜，看到台湾人排队抢打折的鸡蛋，日子过得真苦。很快，他的粉丝涨到了10万，商家广告也找上门来，一个月能赚1万多人民币。他开心极了，心想这钱来的也太容易了，只要随便说几句台湾的坏话，那些大陆的小粉红就疯狂点赞打赏。然而，随着更多路配加入这个黑台湾行列，他的流量开始下滑。为了保住热度，他决定加码，拍起了统战台湾的视频。他在视频里宣扬台湾生活苦不堪言，中国快点武统吧，台湾人盼着两岸统一之类的话。他甚至还找了些台湾街头的抗议画面，配上旁白：“你们看，台湾人自己都过不下去了。”他觉得台湾是民主社会，言论自由，自己说这些也没什么大不了，不像在大陆说错话会被查水表。阿正看出他越走越偏，劝他：“蓉蓉，别为了钱说违心的话，这样不好。你说的这些根本不是真的。”可周荣根本听不进去，他沉浸在流量暴涨的兴奋中，反驳道：“你不懂，这叫抓住市场需求。再说，台湾不是言论自由吗？我怕什么？”就在他得意忘形时，台湾移民署的电话打来了，要求他去接受调查。原来他的统战视频被台湾网友举报了。他到移民署时，看到工作人员一脸严肃，心里开始发慌。对方播放了他的几条视频后，问他：“你为什么要发布这些内容？你知不知道这会引起恐慌？”周荣强撑着说：“我就是随便说说，台湾不是言论自由吗？”工作人员冷冷地回应：“言论自由不是让你用它来分裂社会、威胁安全。”经过调查，移民署认为他的行为已经危害了台湾民众的安全，造成了恐吓和分裂。根据台湾相关法律，他的依亲居留许可被吊销，限期10日内离境，5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入境。周荣傻了眼，大声质问：“为什么我要因为说话被赶走？这不是歧视陆配吗？”工作人员只说了一句：“你的言论已经越界了，言论自由不等于没有底线。”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完大了。几天后，周荣收拾好行李，在阿正的陪伴下登上了返回大陆的飞机。阿正眼里满是无奈，低声说：“早跟你说了，别乱说话。”周荣嘴上没回，心里却想着回祖国也好，不用在台湾受气了。等他站稳脚跟，就让阿正也过去团聚。他甚至盘算着继续做网红带货，觉得自己还有机会。可刚下飞机，他就接到老家市公安局的电话，要求他立刻去报到。他连家都没回，直奔公安局。警察把他带进一间单独的房间，严肃地问：“你在抖音上为什么发武统台湾的言论？”周荣连忙解释：“我只是爱国，想国家统一而已。”警察皱眉打断他：“
爱国？你这些言论很危险，不是爱国，是给国家添乱，加深两岸矛盾。在警察监督下，他删光了账号里所有关于台湾的负面视频，才被允许回家。临走时，警察还警告他，最近出远门要报备，手机24小时开机，随时可能通知你。回到家，父母看到他很是惊喜，以为他是回来探亲。可当周荣坦白自己因统战言论被台湾驱逐时，父母震惊了。那你5年内都回不去台湾了，生活怎么办？周荣满不在乎地说：“我找个轻松的工作过渡一下，大不了继续开直播，比上班赚得多。”父母却忧心忡忡：“现在国内经济不好，工作哪有那么好找？你表妹名牌大学毕业，1年多都没找到呢。”周荣摆摆手，让父母别担心。他觉得自己总能找到出路，毕竟他还有网红经验。然而，现实很快给了他一记重击。他投了无数简历，跑了无数面试，却处处碰壁。公司要么嫌他31岁年纪大，要么嫌他只有大专学历，没有什么技能。哪怕是月薪3000的前台工作，也有一堆刚毕业的大学生抢着干，他毫无竞争力。他去一家小公司面试前台，面试官直接说：“我们想要年轻一点的，你这个年纪做这个不合适。”他气得想反驳，却只能憋回去。接连受挫后，他开始联系老朋友，想看看他们的情况，找点心理安慰。他先打给了大学时的好友丽丽，丽丽如今在老家做公务员。周荣本以为她过得不错，结果丽丽一开口就是抱怨：“别提了，我们单位已经欠薪3个月了，说是财政紧张，只能先发基本工资，奖金和补贴全没了。我现在连房贷都快还不上了。”周荣愣了愣，安慰了几句，心里却更慌了。他又联系了发小王丹，王丹在一所公立学校当老师。他问王丹工作怎么样，王丹苦笑道：“还行吧，就是工资2个月发一次，上个月还拖了1个星期才到账。学校说经费不够，让我们理解一下。”周荣挂了电话，眉头皱得更紧了。最后他问了表姐的情况，表姐在一家国企做文职。他以为国企总该稳定吧，结果表姐叹气说：“稳定个屁！现在法定节假日全取消了，每天工作12个小时，连轴转，我都快抑郁了。上个月还因为加班晕倒在办公室，领导就让我休息半天，第2天接着干。”听到这些，周荣彻底傻眼了。原来大家都不好过，自己这点资历算什么？无奈之下，他决定重操旧业，开直播卖货。他租了间单间，买了设备，满怀希望地开始了直播生涯。可这次他彻底翻车了。之前的铁粉因他删视频纷纷取关，直播间人气一落千丈。剩下的观众开始阴阳怪气：“被台湾收买了吧？你不是被驱逐，是带着任务回来的吧？”还有人说他当初嫁去台湾就是为了身份。更有去过台湾的博主拿他当素材，揭露他之前的视频全是假的，真实的台湾根本不是他说的那样，他就是为了流量赚爱国钱。有个博主甚至专门做了条视频，拿他的台湾人1个月只买2次肉开涮。我昨天刚从台北回来，人家台湾人赚得多，物价便宜，普通人家肉都随便吃，他这是睁眼说瞎话。随着声讨他的声音越来越多，他的粉丝哗哗掉落，直播间在线人数只剩个位数，每月收入不过几百块，连房租都付不起。他试着卖些小商品，比如化妆品、零食，可没人买，弹幕里全是嘲讽：“这人品，谁敢买你的东西？”在这些压力下，周荣生病了，起初只是嗓子疼，他没在意，可没2天就发起了高烧。他拖着虚弱的身体去了医院，挂号、检查、开药，一圈折腾下来，账单竟高达4000块人民币。他看着手里的收据，愣住了，感冒而已，怎么这么贵？医生说他有点支气管炎，开了点进口药，还打了2天吊瓶。他付完钱，钱包几乎空了，心里却更空。他突然想起在台湾的生活，那里有全民健保，每次生病去诊所看医生10分钟看完就走，看门诊费只要几十块台币，几乎不用自己掏钱。
感冒发烧时，他只需要躺在家里休息，阿正会煮一碗热腾腾的姜汤给他喝。而现在，他孤零零地坐在出租屋里，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，觉得自己像是被全世界抛弃了。他越发想念台湾，想念那里的蓝天白云，想念健保带来的安心感。生病不用担心钱，只需安心养病。如今，在大陆的每一天都像在煎熬，生活的重压让他喘不过气，他后悔了。当初为了利益，违心抹黑台湾，甚至鼓吹武统，导致自己被驱逐出境，失去了原本幸福的生活。如今，他在两岸都成了过街老鼠，工作找不到，直播做不下去，连老公都他渐渐疏远。他望着窗外，泪水模糊了双眼，心里只剩无尽的懊悔。他想起阿正临别时的眼神，想起阿婆送水果时的笑脸，想起那栋温馨的小房子，可一切都回不去了。